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， 哈哈，狗带猫铃，老莫家族的醒神法宝，让孩子从睡梦中叫醒。幽默风趣的家庭广播短剧，汪汪喵，哈哈，狗带猫铃。赶紧天亮啊！赶紧天亮啊！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，怎么还不天亮啊？哎呀，这在哪儿响啊？爸，我手机是不是放在外边了？是啊，在沙发上呢。哎呦，坏了，昨晚上忘充电了。没充电还使劲响，怎么跟我肚子似的？跟你肚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昨天晚上肚子饿，肚子好饿，肚子很饿啊！行了，知道你饿，说这么多遍干什么呀？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我才说了3遍嘛。哎呦，好，你说这肚子饿跟手机响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手机都没电了，还拼命的响，那不更耗电吗？我肚子半夜饿了，它也拼命咕咕的响，吵得我都睡不着觉。它要不那么响，我还不那么饿呢。哎呦，你这意思？闹钟不响，天还不亮了。小莫呀，肚子饿了，桌上有吃的啊！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爷爷。哟，爸，这么早饭就做好了？且等呢，让他吃点垫吧。爷爷这个真好吃。咖啡，这是爷爷给我吃的，不是给你吃的。你吃的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哎呦，你吃这个呀？爸爸，你也吃一块吧，这牛肉干真好吃。我不吃。真的好吃，你尝尝嘛。好不好吃啊？我不知道，但这牛肉干是我买的。我建议啊，让咖啡评价一下。才不呢，他对我这么凶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评价才是最权威的。你们吵什么呀？儿子，这个东西是进口的吧？进口的，但是不是进他的口。哎呀，别给我们打哑谜了。我一看这上头全是英文，我一个字都不懂。想着这小家伙早上起来肯定肚子饿，就专门给他放在饭桌上了。爸，您放错地方了。没错，放在这儿我一伸手就拿到了。而且他够不着。我怎么养了个儿子，狗嘴里抢食啊？谁说的？明明是他要抢我吃的。咖啡，你放心，准备唱洗刷刷啊。爸爸，你搞错了吧？他怎么会唱洗刷刷？我才会唱呢。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。好，我来翻译一下啊。咖啡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买给他的狗粮，你怎么给吃了啊？真的是狗粮啊！爷爷，你呀，这叫饥不择食。来，咖啡，接着。什么声音啊？手机响了。手机？谁的手机设成这个铃声了？当然是我的。你什么时候有手机的？今天早上。在哪儿呢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不用拿，就站在你面前呢。你说的是你呀？那还能是谁呀？你听得又响了。哎呦，你这是有多饿呀？要多饿有多饿。昨天晚上都响了一晚上，吵得我都睡不着觉。是饿的睡不着，馋的睡不着吧？都一样。爷爷的早餐怎么还没做好啊？小莫呀，再等会儿。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爷爷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呀？那倒是。爸爸，为什么我饿的时候肚子就会咕咕咕的叫呢？我们的胃里头有什么呀？胃液。还有呢？吃进去的食物。当没有食物的时候呢？那就只有空虚和寂寞啦。你吃个寂寞给我看看。哪有寂寞吃啊？咱们吃饭喝水的时候啊，还吞下去了不少的气体。当食物消化完了，这胃液和气体啊，就一会儿被挤到东，一会儿又被挤到西，肚子就发出了咕咕咕的叫声。就是啊，他一叫就把我吵醒了才发现肚子饿了。嘿呦，你以为你肚子里头住了个雷公啊？再说了，你这头一沾枕头，雷都打不醒的人，肚子咕咕叫就能把你吵醒？那又不是吵醒的，我是怎么醒的呢？你呀，就是饿醒了。
我睡着了怎么知道饿呢？因为你的肚子给大脑发信号了呀。啊，他们都拿着手机嘛，半夜还通电话呀？是的，会通电话。胃空了，他拿起手机就拨通了大脑的号码。大脑，晚上吃的东西都已经消化完了，可是胃液还在分泌，再不想办法呀，我这儿就要发洪水了。那大脑怎么说？大脑睡着了，手机放到了静音状态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的胃啊，就想了一个绝招，它就拼命的收缩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就是这样的。哦，这是哪儿发来的信号？是胃，快醒醒，大脑！对了，空胃猛烈收缩的冲动啊，通过神经传到了大脑，就引起了饥饿的感觉。喂，我收到你的信号了。不是喂，是胃。知道了，马上处理。啊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大脑的手机没有放到静音状态，是放到了震动状态。胃只有拼命的收缩，它才能感觉到。是这个理儿。爷爷，我都收缩了半天了，你怎么还没感觉到啊？都饿得抽抽了。不是抽抽，是收缩。哎呦，我出来看看，这没收缩呀，还是我这又白又胖的大孙子。爷爷，你是不是把手机放到静音状态啦？我的胃都收缩半天了，你还没有接收到信号啊？哎，别催爷爷，他岁数大了。爸爸，昨天晚上我的胃给大脑发出了那么强烈的饥饿的信号，他怎么不管呢？大半夜的，他怎么管呢？他应该指挥我的脚，从床上放下来，然后找到鞋，不要穿鞋了，鞋会发出声音的，干脆光着脚，指挥我的脚走进厨房，然后指挥我的手拉开冰箱的门。你的大脑还挺狡猾呀，怕穿上鞋让我们听见脚步声了是吧？不要吵醒你和妈妈嘛。然后呢？然后指挥我的眼睛打开，找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，指挥我的嘴巴张开，开始工作。爸，昨天晚上厨房里有没有耗子啊？没有吧，我刚刚在家里边装了这个粘鼠锹了。这只耗子有点大，估计粘不住。这是应该发生，但是没有发生的事儿，爷爷当然听不见。也是啊。那他既然没有指挥你的脚，没有指挥你的手和嘴，作为身体的总司令官，总得做点啥吧？他让我高兴一点，可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？是啊，这高兴能管饱吗？他说不高兴的时候就想吃东西，想吃东西又吃不着，就更不高兴，更不高兴就更想吃东西，更想吃东西还是吃不着，就更不高兴。也是啊，那还不如高兴点呢。好啊，爸爸，他就是这么安慰我的。原来我的大脑是你拍的卧底啊。那可不，你是我和你妈生的，怀你的时候啊，就把这卧底放到你的身体里去了。你和妈妈太坏了。哎呦，小莫，饿坏了吧？赶紧吃。好奇怪啊，我现在又不饿了。哟，太阳又从西边出来了。哎呀，是爷爷动作慢，你饿过了。我是曾经饿过，昨天晚上就是。爷爷说的意思啊，是你饿久了，反而吃不下东西了，饿过头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胃是空的，应该想吃东西才对呀。因为这饥饿收缩呀是周期性的，在饥饿的时候，胃的强烈收缩只不过延续半个小时左右。对哦，昨天晚上饿了一会儿，我又睡着了。那就说明你的胃不闹腾了，从收缩期到了平静期，再这么延续半小时到1小时，随着胃收缩的停止，饥饿的感觉也就消失了。这饥饿感和食欲啊，常常是同时发生的。肚子饿就想吃东西，而且还饥不择食，连狗粮都吃。咖啡，我又不知道那是狗粮。那个时候啊，吃嘛嘛香。是的，同样的道理呢，饥饿感和食欲也经常一起消失。所以饿过头之后啊，反而会吃不下东西，也不想吃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的损失太大了。爷爷总是有办法。你看这盘小菜就是开胃菜。这个我不爱吃。你没吃过这个，你尝尝，一尝啊，你那馋虫就出来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我试试。哇，这小咸菜好好吃啊！好吃吧？这可是爷爷和奶奶的秘制咸菜。你们听，
我的肚子又咕咕叫了。哎呀，馋虫要出来了！阿姨，你做的早餐一看就很好吃。刚才谁说吃不下来着？嘿，是我。不过刚才饿过去了，现在饿又回来了。嘿呦，感情你这馋虫是属鱼的呀，还非得鱼饵才能把它骗出来。哎呦，吃慢点，吃慢点，别这么狼吞虎咽的。是啊，小莫，要细嚼慢咽。我的胃都空了太久了，都来不及了。就是因为饿了一晚上，你这胃呀，现在正缺乏精气神儿。你这一下子把食物哗啦倒进去，没有经过仔细咀嚼，这胃呀受不了。是啊，就像你饿了好几天，我让你背东西，你背得动吗？背不动。那不就得了？你现在胃的负担也很重啊，胃不能很好的消化食物，接下来就会影响肠的消化和吸收啊。那早饭该怎么吃呢？首先，别让牙齿闲着，食物在嘴里嚼得越细越烂，越能减轻胃的负担，胃的加工就能越细致。细嚼的同时啊，还得慢咽。慢咽的最大好处是让胃的容纳量逐渐增加，而不是一下子哗啦把它撑大了。哼，像气球一样，吹急了会爆炸的。爆炸倒不会，但是呢，这胃慢慢的变大，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，不会因为食物的剧烈冲击而感到不舒服。难怪有时候我肚子会疼呢。那不是肚子疼，是胃疼。诶，我给你妈买的洗面奶怎么没了？你放哪儿了？放桌子上呢，昨天晚上。啊，坏了，爷爷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找着了，在桌子底下呢。爸爸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什么？早说洗面奶滚到桌子底下去了嘛。我这不是才找着吗？哼，我刚刚肚子饿，看到桌子上有一瓶酸奶，看都没看就把它喝了。你说妈妈的洗面奶找不着了，我还以为我喝的是洗面奶呢。好嘛，洗面奶配狗粮，这是绝配啊！你到底有多饿呀？好了，没喝错就行。哎呦喂，你吃个早饭闹出好几出啊！好了，听听那一出啊，还有一出啊！别紧张，爷爷说的不是你，爷爷说的呀，一定是今天早上说狗带猫铃的小朋友啊！对，这个小朋友一听就很年轻，今年才5岁，口齿很清楚。他对我说：“亲爱的莫叔叔，你好，我是 Hope 肖新月，今年5岁了。从疫情期间开始收听老莫家族的，狗蛋猫铃节目，是我每天最大的乐趣之一。不是狗蛋猫铃，是狗带猫铃。哎呀，这事儿不能怪肖新月，这锅得爷爷背。是我这岁数大了，没说清楚。小朋友们记住了，不是狗带猫铃，是狗蛋猫铃。爷爷又错了吗？没错，您呐是真理的化身。叔叔爱小朋友们，经过提醒，希望大家分享、点赞、再看、留言、收藏5连击。欢迎大家继续录制狗带猫铃片头，说说你和老莫家族是怎么相遇的，你有多喜欢，都录成音频一块儿发给我们，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择优录用。邮箱啊就在微信公众号上，你们找找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再见。